不管了，男生女生，男生，来看，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就说身体的摆荡，身体的移动呢？黑色这边是移动的方向。看黑色还是继续是移动的方向力量。对。然后呢，我在摆到这一侧的身体的时候，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动力来源。那这个动力呢，是从这一侧去来的，看到了吗？哪条腿啊？靠什么？主力腿。哎，哇，你的力量来源于什么？你的主力脚的推动，然后呢，移动脚这一侧的摆荡，我需要用主力腿的力量传导到什么？我的身体里。One, two, three。啊，你看我在推严老师的时候，我要用这边的身体把它给送上去。然后看到我的头的方向了吗？是跟我底盘摆荡的方向是相反的。身体往这边，头的力量最后才去产生平衡。头的重力往相反的方向。而且在做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这块，还有什么？从脚下。从这儿，腿、大腿、膝盖。胯、身到后背，整个这一侧的身体力量都要有，看到了吗？最后这个长的这个线条，类似一个香蕉也行，或者是一个月亮的形状也行。最后形成了这个曲线。一个大的曲线，它是一个从下到上，是一个整体的曲线，不要从中间折掉了。有很多同学你们直接做了一个位置是。对，不是一个三角形。这个曲线不是蹦这样子一个直角，对，它是个弧线。还是从脚踝、身体最后到头顶是一个整个。大家明白吗？这个，这是摆荡，这不是摆荡，这是摇晃，这是晃。我的摆荡只在重心腿的内侧推动到移动腿的内侧，在这个地方去转换。当你感受到从重心腿大腿内侧把这股能量传递到移动腿的这个内侧的时候，好，停止。接下来是脚踝和膝盖不断的在往下挤压，再往上提。那这个瞬间摆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是靠你的后背产生的倾斜去找反向的平衡。摆荡是在两个腿之间，而倾斜是在身体的两个后背的外面。在外面去产生倾斜，倾斜不要在里面。如果你的倾斜在身体这个里面，倾斜，你看一边会掉下去，一边提起来是倾斜了。但你人是倾斜是歪掉的，去产生的倾斜，你才能更大、更扩张，才能保持垂直度去倾斜，而不是摆荡在两个腿外面，倾斜又在身体里面，变成什么？1、2摆荡，你看把这个腿摆到外面去了，身体呢又到里面来，往里面来倾斜，所以你的重心也下不稳，身体最后的形态也是难看的。所以我要把它这个概念拧转过来，摆荡在两腿之间去，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了第一个转动，好，收脚，我现在去摆荡的时候，从重心腿这个内侧去推动到移动腿，从这个内侧到这个内侧，到了，好，现在我不要再往外了，再往外就倒出去歪出去了，到这里结束，用脚踝和大腿、膝盖力量往下压住，同时把后背在两边扩张的同时，这边不断的在往上扩张，这样你最后结束的画面，既有垂直度，有重心，还有摆荡和大腿、胯位产生了摆荡，那这个摆荡又会延续到哪里呢？延续到胯位，延续到腰上，最终不能停在腰上。大家记住，最麻烦的就是大家很容易停在这儿，然后上身就不动了。好，然后并上脚，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让你的上半身破坏了脚踝和膝盖本来升高的这个高度了。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加了1又减1，你脚踝膝盖在升也摆荡了，上身又在减，等于不上不。想向上摆荡的时候，一定是通过重心腿推动移动腿。那么膝盖和大腿产生了这个摆荡的时候，大家记住，刚才记不记得我说过，摆荡来源于你的膝盖、大腿，延续到哪里？延续到你的胯位到腰，结束于哪里？结束于肋骨和胸。你看，你这个时候有了肋骨和胸的加持，你的人重心是非常好的，能站在右脚。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做一些延续动作、延伸动作、拉长动作，看我这个时候线条是非常漂亮的。如果
你的腿、胯、腰好就结束在这儿了。上半身在干嘛？就在下来，你看，胯这里在往上，下盘在往上走，上盘又在往下掉。看我把摆荡力量延续到这儿来，我感觉到我肋骨和胸都在产生最终摆荡的一个结束点。那么这个时候我再去做倾斜和延伸，我的人的线条一定是漂亮和好看的，我不会歪掉。所以为什么大家在跳舞的时候很容易上半身一下就歪掉倒掉？因为你的上半身没有配合着摆荡达到一个高点，在拉长了人的线条的情况下，你再去做摆荡倾斜是很漂亮的位置。所以我的呼吸是在里面，在我的身体里面，不会通过我的鼻子，或嘴巴这样。我如果这样跳啊，大家就会觉得很难看。那这样的话，这个舞蹈啊跳出来会比较俗气。膝盖、大腿、胯位，当有了这个摆荡，会延续到你的肋骨和胸上。这个时候，好，我们都高了，看我们这一侧的手会偏高一些。那我们把这个力量交换到另外一边，让这一侧的力量放下来。那这个时候我放下来了以后，我会感觉到我的重心非常结实的踩在地板上，就是把这边高的力量传递到这边。我现在较低的这一侧的身体会感觉到去找到我的重心和地板，那我再借助这个力量，我就会有很好的移动了，我就能借助到 two， 我把这个摆荡力量从膝盖、腿、胯、腰、肋骨、胸，大家看看我现在我的人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垂直点的，拉得很长，以及我非常垂直，在这个点我去做怎么样的倾斜和延长和延伸，我都不会变得难看，看到了吗？我这边是拉得非常饱满的，所以这是摆荡的意义。那很多的朋友们说倾斜是什么？倾斜产生摆荡，我不知道我们的专业院校的小孩在学校，你们老师有没有告诉过他这个话题？可以近一点啊，近一点，采访一下，我们就 OK， 我们就采访一下，是倾斜产生的摆荡，还是摆荡产生倾斜？你认为？还是你们老师怎么教的？摆荡产生倾斜。摆荡产生倾斜，这是我们在很早以前我们很多老师讲的。摆荡是什么？摆荡就是移动。那摆荡是什么？腿的摆荡。哎，腿的摆荡，看到没有？他说腿的摆荡。那我们一开始的动作有个腿的摆荡。一开始吗？对。好，再展示一下，右转。好，预备步。那等一下，回来。那在现在的发展期间的时候，我们身体有没有转动？有转动也无非就是要预备我们脚的摆荡。那我们为了增加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第一时间产生倾斜动作？有没有？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现在的高手？很多的时候已经在第一步产生很大的倾斜摆荡动作的时候，同时再去用你的腿去做摆荡，然后到右转步，有没有这样去跳的？一定是有的，很多高手基本上是这样，对不对？摆荡的脚产生倾斜的身体，其实在我认为，我觉得 half half， 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一样一半。以前的人在跳这个动作的时候，在发明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同学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个是多少年代以前的时候，他们的摆荡基本上是很小的，而且摆荡的研究是一个先例的一个发明。在90几年，我记得是有一位大师最后发明了我们身体的轻微的摆荡，就这么一点点，很轻微的，已经是在那个年代，在这个国标舞当中已经是一个突破了。随着现在2022年的一个推送的话，这个摆荡倾斜是越来越明显，甚至不需要你有摆荡脚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产生大量倾斜动作，然后再通过脚移动，然后再产生身体摆荡。有没有这个过程？那么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我们不能去否认我们的祖宗，是吧？我们的这个国标舞发明的那些祖宗们，因为那个时候的年代它是没有摆荡，它一定只是脚通过我们的脚，
然后去移动，然后才产生的移动，然后才产生的身体摆荡。那随着我们现在，我们就谈现在，我们不谈以前。我们以前一定是对的。我觉得刚刚我们的黄老师刚刚也说的，脚产生的摆荡，就是我们脚产生的摆荡动作，然后才产生的身体的倾斜和最后的结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争论它是对和错呢？我们要求的是好看，我们要求的是整体动作的协调感，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去探讨这个话术、这个学术上面的一些东西，不分对错。那么好，那么我们首先男士我要求的舞蹈的感觉，基本上是现在就是比较多的，先是有转动和倾斜的存在。当然，这个转动和倾斜它不是为阻力，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人在转动和倾斜的时候，女生是无法做的，因为你没有产生更好的移动，它产生不了，女生根本产生不了更好的身体的位置，所以它也摆荡不起来。所以我们在经过这个摆荡和重心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我们身体的重心转移到我们主力脚重心。第二个，我们身体在开始倾斜状态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脚产生移动和摆荡，然后最后产生倾斜的这个姿态当中去完成我们的右转，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就是刚刚同学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不探讨过程是什么，我不探讨这个技术点是什么，但是我们就探讨这个是从何而来的。以我看来，我觉得以我现在来看的话，它的倾斜一定是占它的首先的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它没有倾斜和身体的转动，它就不会有摆荡的驱动，它没有摆荡的驱动，就不会有后面的倾斜姿态和那个完成。所以我觉得它是相互相成的，我觉得它是一样的。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现在各位朋友们，我刚刚为什么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一直都在铺垫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不要较真儿，我们不要去非得说啊，申老师你这个讲法是错的，就是应该先有摆荡再有倾斜，为什么要去较真儿？好看为主，他也没有错，他也没有说他移动不出去啊，他没有说他影响到我了。我作为一个女生，她带我这样去跳，她没有影响到我呀，是不是？那舞蹈是自由的，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不能去局限于我们的思维去发展这个舞蹈。所以这个话题问的也是挺好的，一个非常虽然听起来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高深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大多数现在的一些世界名流、世界的一些高手都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到底是这个摆荡和这个倾斜的地阶到底是先后顺序是什么？其实我觉得不必要去争论这个，最重要的是我放了这首音乐，你跳出来的这整个的线条感和移动感是漂亮的，是好的，你的平衡感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听明白了？下降、摆荡、移动，最后延伸。下降、摆荡、移动，最后延伸、倾斜、拉伸。OK， 我为什么说把最后说成延伸而不说倾斜？其实你们有了延伸，你们比如做这种摆荡的动作，其实你们有了延伸，自然就产生了倾斜，看到了吗？为什么我不去说这个动作其实是摆荡和倾斜的这个顺序练习？我们是通过下盘垂直放重心，然后摆荡胯，然后移动重心，最后我们通过下盘摆荡完了之后，我们是在移动中去做这个摆荡和倾斜。刚刚那个是原地的，对不对 ？OK， 我不做倾斜，就是因为我只要一说出来倾斜两个字，大家都会习惯性的先想到第一，都会想到斜的这一面，所以我没有给大家说这个倾斜这两个字，就太容易理解错，太容易做错一些动作。所以大家我再说一遍这个顺序哈，我再说一遍顺序，背面给你们看：1、2、3原地下降，2、2、3摆荡下盘，摆荡下盘的时候脚跟是离开地板了，看到吗？然后还原重心。3、2、3移动重心的时候，看脚跟都是离开地板的，慢慢往上踩地板。然后4、2、3的时候并脚，并且保持
倾斜低的一面的身体，继续拉伸高的一面的身体。所以我刚刚就有同学说，怎么样练习侧面的延伸，就可以通过这个动作的时候去练习我们侧面。去练习的时候，尽量把你们手去找自己的耳朵，好吗 ？OK， 再来一遍。5、6、1、2、3、2、3、4、2、3、1、2、3、3、4、2、3、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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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2、3、4、2、3、1、2、3、2、3、4、2、3、1、2、3、2、3、3、2、3、4、2、3。膝盖的放松，然后膝盖打开是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去做摆荡的同时，是靠你的后肩胛骨去做摆荡。我们还有脚位打开的动作等一下还有脚位去打，知道吧？大课练习，跟着练习王蓉也知道吧？来练习各位。不要去不是转几度身体，是保持你在反身位置的时候，肩与肩是平行的对，双流倒是很重要。然后我们加到脚的位置。好，我们现在去加我们的脚位去练习反身动作预备，5、6，快点，1、2、3、5、6、7、8。反身到位先。这是练习协调性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换脚，多一点反身好吗？核心收紧。来到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这个转动大家都知道，这个动作是问很多人说这个肩到底是转多少？其实我们的肩无非就是在做到每一次的反身动作的时候，就是你的前面的左肩和你的后面的右肩都是要保持在平行姿态当中，看到没有？都是要在平行姿态当中去完成，就让你的整个架形在这个平行当中去完成，这叫反身动作。头看向你的正前方。那我们加这个脚的目的是不是在很多华尔兹动作，我们是不是有后退这些动作、反身这些动作，然后才去做后面的动作，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左脚、右脚也是一样，有很多身体反身动作。那为什么要抬起来？当你在抬起来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你的主力脚重心在松这个关节的时候，你看我脚，你是不是才能让你的主力脚的胯位这个地方产生转动，然后让这个脚去产生移动，包括像前进。主力脚重心，然后移动，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抬起来去练习？这就是一个协调性、习惯性的动作。然后让大家要在每一次的练习过程当中，知道自己的主力脚是在哪个脚上面。这个动作在主力脚上面是要通过什么部位而产生的反身，而产生的引带，而产生的推动。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你们要搞清楚练这个动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天天在这里摆来摆去的，谁都会这样摆，对不对？这个摆谁都会摆，那摆的目的是什么？摆的目的是你的手摆荡起来的，还是你后背引带？那顾名思义，一定是后背，看到没有？而且我后背又是通过什么？通过我的膝关节，通过我的胯关节。你看，我膝关节的转动，胯关节的转动，才带动了我的后背，才延伸到我的手臂。然后才其实延伸到我的头位，这个动作的原理大家一定要清楚。我看很多的成年人在练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在很多的老师在教这个动作，大家都很随意，1、2、3，2、2、3，它其实是松弛的状态，它不是我们的核心要收紧，看到没有？我们的核心都是紧凑的。
核心都是紧凑的。所以说我们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核心是非常有力量的去控制我身体的速度。And one， 可以再去延伸 and two， 你看我身体 and two， 它是可以控制你的速度的快慢。那顾名思义，这些动作也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们要搞清楚练习这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你们没有搞清楚这个动作的目的，你在跳舞的时候你就很难去运用到，所以说你就会用到手臂，或者是你们很多人说施老师，那我的身体为什么不灵活？我的身体为什么让很多的舞伴不清楚？那我不做到我这几点，他怎么知道我要反身？他们怎么知道我的胯位在移动？他怎么知道我的轴心在移动？他怎么知道我头位在什么地方？所以练这个动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些。我们大部分的舞蹈组成部分都是在反身姿态当中或者旋转当中去完成的，对不对？前后它也有反身，后退有外侧舞伴，有内侧舞伴的反身，有外侧舞伴的反身。所以大家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搞清楚你们跳舞是在跳什么。看到啊，你看啊，看它的力量，就是胳膊肘和胯的关系，经过走，1 2 3，好，别动，然后到这以后，这个循环继续走，1 2 3，在这里，好，再走胳膊肘，1 2 3，循环继续，1 2 3，好，继续。所以你记住啊，就是跳舞在某一个理念上，它是一个圆形的，就是这个人跳舞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个平方啊，是个方的，实际上在你运动的这个轨迹里，它是个圆形的，明白吗？所以大家一定记住，这个舞蹈之所以好看，一定要注意这种刚才这种导引之后的圆的概念，就会比较漂亮啊。好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动作呢，我再说一个地方啊。记住，所有不管是 reverse turn 还是 natural turn， 向前或向后，它有一个点不同。比如向后的时候，向前的时候，我们更多注重的是我们的这个胯这个胯这个位置啊，这个骨盆这块的悠动向前，我们比较注重这个。但向后的时候，一定记住是阻力脚的胯向后。来，再来一次，看到啊，向后的时候。不要说啊，邱老师说了，向后就是往后，不对，向后一定是阻力脚的那只腿的那个胯向后，记住啊，是不管是左脚还是右脚，凡是它是阻力脚的时候的那只腿的胯向后，胯向后，是向后，不是向后的时候是迈步，向后可不是迈步，向后是收缩你的阻力脚，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啊。如果你后退的时候，为了给对方空间，你就想迈大步，其实适得其反啊。所以一定要记住，是你的阻力脚的那个胯的收缩。再看一下啊，现在我们做一下右转啊，右转看一下。好，你看啊，他走的时候看啊，看这个胯，这是右边的这个胯，看。走 ，1 2 3，好，别动，向前，看是哪里是整个这一块，我首先推它走，这块摆上向前，这样上去，啊，是这个地方比较多。好，向后的时候就是这里，走 ，1 2 3，1 2 3，看我手扶它的位置 ，1 2 3，哇。明白吗？这样两个人配合起来，它才会特别舒适。好，现在把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两个概念，我们做一个连接性的练习。一个是抖音。1 6 and 1 2 3 and 2 yeah 2 3 and 4 1 2 哒哒滴哒，继续而已，经过即可。就是你看到的